Hello， 大家好久不见。今天影片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南美旅居的最后一站哥伦比亚。那这支影片之所以会这么晚上线，是因为我真的太喜欢Medellín这个城市，所以特别写信去争取了住宿折扣。那这支影片会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会分享我非常喜欢的 Co-living Cabo， 它的地理位置跟环境还有社群都是让我整个居住体验非常快乐的主因。接着也会着重分享Medellín这个城市的魅力，包含它的气候、运动风气，还有我深深爱上的跳舞。同时也会分享我们32天的开销，给想要来旅居的人一些参考。Hello， 大家好，我是 Sonia，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的马德金，今天想要带大家看看我们1个月的家。它会在一个公园前面，然后一进来有2个门，都是用密码锁的方式出入。一进门就可以经过一个长廊，然后从左跟右可以通往2个建筑，它分别就是我们 Co-living 的一些居住空间，还有工作空间。往这边走呢，可以到我们的洗衣间，还有一些比较高级的房型，你可以享有你自己的露天浴室，还有吊床。那1楼的走廊走到底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公共空间，它主要就是客厅跟厨房，可以看到有芒果树，还有个 Jacuzzi。同时我们的厨房也非常的齐全，有6个 stoves， 从气炸锅、烤箱、烤盘，然后你要的各种什么面粉啊、玉米粉啊，各种香料通通都非常齐全，煮起来非常的方便。我们平常大家都会在这边一起料理，然后每周也会有 family dinner。目前我们做过了哥伦比亚的 arepas， 然后还自己包水饺做葱油饼跟酸辣汤，就是一个大家平常主要 hang out 的空间。那旁边的客厅就有电视，然后下面有些桌游，像是我最喜欢的拉米。那接下来带大家往楼上参观。2楼这一层主要就是房间，总共有6间房，还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可以在这里阅读。然后我们在这边迪卡侬也买了一堆运动器材。那这里的每个房型的配置还有价格都不太一样，不过最基本的都有自己的私人卫浴，还有一个小厨房。那你早上如果比较 anti-social 的话，至少可以在房间里简单做一个咖啡，不过因为油烟的关系就不那么建议开火。另外也有一个小冰箱，让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食材都冰在里面。同时我觉得非常贴心的是，每个房间都有桌椅，如果你有私人的会议的话，也可以选择在房间工作。那接下来带大家看看3楼，也是我当时选择 Cabo 这个 Co-living 的主因，就是它的工作空间。它整层楼有25张工学椅，对我来讲，旅居的时候能够保持良好的坐姿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你真的会全身酸痛。然后当时在官网上看到它充满绿意，前后都是公园，半户外，开着窗户的工作空间，以后就非常喜欢。而实际来这边也觉得每次工作的时候都更有能量。然后很贴心的是，这边它还有一个诚实商店，所以如果你工作到一半突然想吃点小点心的话，就可以自由心证的在这里投钱。早上它在这边也会放有冰水、咖啡，然后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水果水，有时候是西瓜、薄荷，有时候是芒果跟蓝莓等等，大家也可以来这边自行取用。然后往这边走呢，会通往另外一个工作空间，会先经过我们的第1间会议室。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比较长桌的配置，所以不会像有一些风扣布会让你卡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觉得非常拥挤。唯一的缺点应该就是这里会比较闷热，然后还有回音会比较重，大家应该从我的那个收音有听出来。那另外走到底可以到我们另外一个工作空间，这里的天气真的是四季如春，只要透过开窗就可以非常感受到自然，然后天气的那种流动。下雨的时候，我觉得工作起来超级浪漫。甚至这里还可以摘到芒果。然后 Ken 平常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蛮常早上5点起来工作，那时候都没什么人，所以他也会自己把这个门关起来。同时因为有这个设计的关系，平常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举办会议跟活动的场地。然后如果大家可以听到背景的声音，会发现好像有一些运动嘈杂加油的声音，那是因为我们这里走路5分钟就可以到一个超大的运动 complex， 算是一个综合运动场，里面你几乎所有想得到跟想不到的运动都有。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泳池、射箭场、越野单车，还有我们最近迷上的沙滩运动，你可以在那边打沙滩排球或是沙滩羽球跟沙滩网球。同时它也有户外健身房跟跑道。这里的天气真的从早到晚都会看到当地人在运动。我很常有一种错觉是走在路上那些人都是穿着 gym outfit， 然后刚从健身房回来。我觉得跟马德金这里几乎
整天从早到晚都介在20到27度之间的这个气温也很有关系。好，那接下来带大家去顶楼看看。我每天早上都非常期待在这里做瑜伽，不论是晴天雨天都有不同的感受，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山景。然后很特别的是，这整栋建筑都非常讲求永续，从这里往下看就可以看到整个屋顶铺满了太阳能板，而这整栋建筑有70% 的电力是来自于太阳能，所以不论你煮饭的电磁炉或是你洗澡用的热水，都是用电力发电的。那接下来带大家去看一下顶楼的另外一侧。这边跟2楼一样是另外一个会议室，然后同时在顶楼有设了2个吊床，可以有时候会在这里 take a nap， 然后我有时候做完瑜伽也会在这里上西文课，我觉得非常的享受，因为早晨的天气跟风光真的非常舒服。然后这边有一个诚实商店，然后就是靠这边的定价来收费。那走到这边呢，有我们另外一个厨房，所以如果你在楼下用餐时间比较拥挤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来楼上料理。那很可爱的是，在厨房的旁边还有一个小花园，里面种了这个超酷花椰菜、薄荷、葱，还有 basil 等你平常料理可以用到的，都可以在这边简单的自己摘采使用。然后同时，我记得我有看到一个甜椒被采走了。另外刚刚讲的电马，再来我必须要讲到它这里的雨水灌溉系统。马德进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所以从早到晚其实蛮常会遇到那种雷阵雨。这个 Coliving 也利用这样子的特性去收集了雨水，而大家在顶楼看到的所有植物都是用雨水自动灌溉的。另外，它也很聪明的把雨水拿去当做冲马桶的水，所以大家如果在马桶看到好像有一些泥土什么之类的，那些都很正常，因为这就是雨水直接拿去冲的关系。那顶楼除了当做休息 hang out 或是我自己主要拿来做运动的空间之外，每个礼拜四在这里会提供一次免费的舞蹈课程。根据老师有时候会学 salsa 跟 bachata，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桌移开，清出一个跳舞的空间，我觉得非常好玩。不知不觉就来到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想聊聊 Medellin 带给我的灵感跟启发。因为我在这里真的遇到太多美好的人事物，是喜欢到已经计划要再回来的那种。首先想聊聊环境，我觉得 Cabo 不只提供了舒适的工作跟生活空间，更创造了很多交流的机会。从每周我们会聚在一起讨论当周计划的 Family Meeting， 到一起料理晚餐，在顶楼上上跳舞课，以及各种有机发起的活动，例如说我们就有一起揪去参加城市导览，或是爬山跟看球赛等等。而这一切再配上Medellin舒服的气温和绿意，完全是迷人加倍。另外住宿一出门就是公园，走路5分钟就可以到各种运动场的地理位置，更是不可多得。唯一一个小小的缺点，大概就是这里离机场很近，所以很常会听到飞机低空飞过的声音。另外房间为了让浴室通风，有设那种通风墙，比较容易听到走廊跟一些密码锁的声音，所以如果你是浅眠的人的话，最好可以准备耳塞。我自己强烈推荐我这次旅行第一次用的那个粘土的 wax earplugs， 醒来的时候它还是可以乖乖的待在耳朵上。另外陆续旅居了这么多地方，发现城市生活虽然有它的魅力，但能够亲近自然或是至少感受到自然的地方，最能让我获得很多能量。而住在 Medellin， 特别是 Laureles 这个区域，能够每天不间断而且非常期待的用瑜伽开启一天，很大部分要归功于整栋建筑凉爽流动的状态。同时这里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一个攀岩馆，也让我跟几个朋友每周都会去报道。晚上工作告一段落，想要运动的话，也很容易可以临时揪到朋友一起去打球，5分钟就能走到沙滩球场，有风跟踩起来冰凉的细沙，都是 Medellin 的魅力，也是其他地方不容易做到的。那除了做瑜伽跟附近很多元的运动选择之外，我在这里更是遇到了心胸最开阔、善良、充满好奇跟创造力的一群人。从非常热情爱护着这个空间跟社群的 host Carol 跟 Bernardo， 到一起共聚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国，甚至愿意让我设计刺青的朋友，再到带我们去逛市场探索当地水果的西班牙文老师，还有邀请我们一起看球赛吃宵夜的当地人。那种互动、彼此支持，还有交流各种文化的状态，经常让我觉得每天过得太过幸福。另外，我觉得必须要特别感谢我的 Bachata 入门老师 Yerin， 他让我重新激起了对双人舞那种
共创，然后享受音乐跟当下的热情。最近很少更新，有部分是因为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上课、看教学影片，还有参加当地的 social 舞会。而这个对学习感到兴奋，而且不断想要去练习跟进步的状态，是我非常珍惜的。接下来我想要回到这里，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回来跳舞。因为这里的学舞资源，不管是教室课程或是 social 都非常的丰富，而一路的体验跟对话，更是不断提醒我说，我想要继续跟随自己的好奇跟热情，去靠近想要的生活。那最后老样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花费。住宿的部分 ，Cobo 的 Co-living 房型是月租3-4万之间，根据你的房型、房间大小、有没有阳台等不同。然后这里每个礼拜也会帮你安排打扫，可以更换新的毛巾。那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2人一起住的话，还会酌收一些使用公共空间的费用。那在Madeleine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 Co-living 或是 Airbnb 选择，很多初次拜访的人也会选择住在 El Poblado 这个区域，因为那里的餐厅、咖啡厅还有夜生活都很丰富。然后后来爬文是觉得 Laureles 这个比较安静的住宅区更适合我，而 Cobo 真的是我综合比较选定的，完全100分推荐。社群活动、生活空间还有地理位置都非常值得。交通的话 ，Madeleine 虽然有地铁跟缆车，但是都没有直接串联到我们居住的这一区，所以平常我们大部分都是走路，偶尔跨区爬山或是去上跳舞课的时候才会搭计程车。那以上再包含机场来回的交通，我们2个人1个月大概就是花3000台币。饮食的部分，从 La Paz 过来，真的觉得这里的物价突然暴增。最便宜的 set menu 就是那种午餐 lunch set， 大概就是台币150-200。那如果你外出在餐厅用餐的话，台币300-500是一个很正常的价格。那如果你是自己买食材料理的话，我觉得价格是跟台湾差不多。我们2个人在这里外食跟自主大概一半一半，1个月的饮食花费大概就是台币3万块。娱乐费用的话，我有看了一场足球赛，它的票是大概1000台币。那当然，这个就跟你位置选择有关。电影的话，我们终于看到了《鬼灭之刃》的无限城，因为这个在玻利维亚没有上映。让我很惊讶的是，它的票价不到台币70块。那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日文配音加西文字幕的版本，变成同时在训练2个我正在学的语言，所以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可以从过程中看到翻译的那个 lost in translation， 例如说 "Okaeli" 欢迎回家，就会变成 "Bienvenido" 欢迎光临。猜想当地人看到应该也会觉得日本人这种对话有点莫名其妙。另外，我们也参加了一个鼓励给小费的 free walking tour， 大概1个人就是400台币，可以到 El Centro 这个区域去了解一些当地的建筑跟历史。运动的部分，我们大家有一起在迪卡侬合购了一些器材，另外有上了一堂沙滩网球课，还有攀岩馆的入场费跟岩鞋租借，2个人1个月大概就是花了3000台币左右。那比较计划之外，但是我觉得花得太值得跟快乐的费用就是跳舞课。我们一开始是去观摩朋友的课，然后在旁边看一看就入坑。当时我直接买了我跟 Ken 1人10小时的1对1巴恰塔课。毕竟我们之所以在一起，就是被这位男子骗说对跳舞有兴趣而认识的。然后我就觉得时隔9年，终于应该要学一下了吧。然后因为我们是大概最后2周才买课程，其实2个礼拜是密集在上课的状态。然后最后看我很舍不得课程结束，所以又买了1人6小时的1对1当做周年礼物。变成我们在Madeleine的最后3天都在忙着上课跟参加各种 social 舞会。那1对1的课程大概就是544台币，我觉得很划算。那我们总共上了16小时的课程，大概就是1人8700左右。另外，我真的大推来参加这里的跳舞 social。我有加入当地的那些 WhatsApp 社团，发现不管在哪里举办的舞会，通常前面都还会有1到2小时的团体课，而且包含舞会加 social， 这样整个体验就是100到150台币之间。不过如果你听不懂西文的话，可能在
理解动作上会稍微辛苦一点点。另外，如果你想要同时学西班牙文再加跳舞的话，在 El Poblado 有一个叫做 Dance Free 的 studio， 有在教学舞蹈跟 social 之前有一个语言交换。我之前参加这种语言交换的经验，都会觉得最后都是一些外国人跑过来，然后大家就用英文交流。不过我自己这次参加体验是发现还蛮多当地人，然后或是来自可能南美的其他西文母语人会参加，有蛮多机会可以真的练习到你的西班牙文的。最后再加上洗衣服、网络 eSIM， 还有去 RV Park 过9周年的小木屋2天，我们2个人在马德进待大概1个月的总花费就是台币97000左右。那当然有一大部分是跳舞课，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这次没有什么 FOMO， 是因为我在 Medellin 认识了最美好可以接下来在世界各地相见的一群人，也知道我应该近1-2年就会再回来。同时也希望今天影片的分享可以让大家省去一些做功课爬文但还是不确定的状态。那如果大家有想知道任何其他的补充的话，也欢迎留言，如果我看到的话都会去回。那最后，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的话，请帮我按个 like， 让它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我们下次见，拜拜。不知道有没有收到那个音，不过外面的鸟跟狗，它们现在在唱大合唱，有够凶。你是不是昨天吃了我的芒果？然后这里每个礼拜都会安排打扫，然后也会帮你更新吗？那个是 behind the scene 吧，好荒谬！天哪，这个灯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非常 eco friendly， 所以灯都是有感应的，导致我拍片的时候一直没有灯。